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双。又到了这个1年1度社畜为了花掉公司福利出去玩的日子。没错，今年我们公司部门安排的员工旅游是去日本东北4天3夜的行程。这次我们报的是灿星旅游社的团。那现在的时间是差不多半夜快3点，因为是早上8点的飞机，所以我等一下就准备要搭计程车去接同事，预计5点半到机场集合。那我们就马上出发去等车吧。平凡了，我到机场了。半夜怎么人那么多？现在时间是4点47分，我们这个时候已经到机场了，现在在等人集合。港接驳巴士，好多人可以坐下一半吗？前面那一车不知道为什么过了20分钟，司机都还没有来。秋田机场一下来就会有声波大神，是专门来驱邪的。外面有一个大人可以给大家拍照。我们刚从秋田机场出关的时候，他就送了一袋这个伴手礼，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热情的城市。秋田天气很凉，超舒服的。我们来到这个雨后本庄车站，准备要来坐铁道。どうも。はい、こちら乗車記念ね。空间没有很大，算大，算大，这其实算大。我们到了3居仓库，那这边主要就是放米的地方。我讲12座仓库加起来有2万担的米，这些都是130年前的建筑了。来到最上川，等一下要去搭乌篷船渡河。它这边还有最上川船的歌，还有副歌词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大家好。好。ようこそ船下り。時間の方は50分ぐらいです。あ、どんとこいえ、どんとこいえ。私はマムロ川の海の花そりゃ、あなたまたこの街の海ですよ。あ、こりゃこりゃ花の咲くの間近ねて、こりゃつぼみのうちから通ってくる。あ、どんどこいどんどこいと。大変失礼いたしました。谢谢。云山温泉街的大正浪漫馆，等一下要来坐车。它没什么位置。终于到了传说中的云
山温泉街，有闻到一股硫磺味。这边还有给人泡脚的地方，边看边泡脚边吃肉，惬意。然后我看那边呢也有那个租借和服的地方，感觉也非常适合租来，然后在这边拍照。整个街道算是蛮有气氛的，我真的觉得银山温泉可能还是要冬天来会比较漂亮。我们现在到了3行站的 S Park， 接下来有1个半小时的逛街行程。再来就是扫货时间，买了一袋药妆品，还有买一个当地的名产小樱桃。334 V 耶，我插进去。它是只有1张吗？这大多了。对，那比昨天的舒服。我们现在在永旺乐梦城，因为下午旅行社安排的逛街时段实在太短了，所以我们又自己去补逛。就是百货公司，也有一些常见的，像是 Uniqlo 和 GU， 它这边卖场结账很酷，它这边都是自助式的。你刷完商品之后，从这边投零钱进去，它这边就会掉出来，就是要少给你的钱，还蛮方便的。我们刚刚逛完永旺，然后现在招不到计程车回饭店，好像说在日本除了东京以外是没有办法用 Uber 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请饭店柜台帮我们试试看能不能叫车回去。刚刚被困在就是永旺梦乐城那边，因为真的是太偏僻了，就是都招不到计程车，然后再加上 APP 叫也都叫不到车，因为真的是没有车在附近，所以最后就是请导游帮忙跟那个饭店沟通，说可不可以派车到百货那边去接我们回饭店，但是有一点点小插曲，幸好是那个饭店这边也能够帮忙叫到。我们来到了盐造神社，是一个祈福的地方，然后说丢个5块结缘。神社本店这边，它现在没有水。现在变那么高级了吗？在这边摸牛，在这边先净手，好摸牛的头，祈求生意昌隆，希望我的影片可以破1000万。这是在打木鼓吗？诵经啊，这边200，这边100，所以我也在想说是怎么抄，很好带。比较漂亮。小吉，我也是24 6张全部都24签的小吉。然后这边是另外一个智慧人神社，除疾病加护用的。我们现在来到藏皇玉府，人称魔女的眼泪的火山口湖。它为什么会称作魔女的眼泪？主要是因为不同的时间，它的湖的颜色会有变化。这边有一条可以往下走的路。现在是早上的时间，看起来是偏绿色的。这里是岩美溪，这一栋是玻璃工坊，感觉很好逛。岩美溪的玻璃小道，这也太美了吧！然后等一下，3
3点啊，就会有丸子从对岸传过来。3点啊，大家先自由拍照。大家看到这两边的美丽奇景，都是千年的溪水冲刷而成的天然峡谷。峡谷非常的壮观，不过我自己的话是觉得在桥上的景色是最好看的，在桥上看到的峡谷会更完整、更漂亮。这个就是所谓的缆车团子，它会有一个木桶把团子运送过来。来，录起来，录起来，录起来。台湾の歌ですから。すみません。時間かかりますよ。ごめんなさい。団体ですから。観光客の団体ですから。すいませんね。時間かかりまして。我们用船的哈，我们用船的。我们来到了中尊寺，它这座寺庙其实供品蛮多的，像是药师如来佛，这边好像还有变器的纪念之墓，也有其他不少的堂可以参观。这里是不动堂，祈求那个疾病痊愈的。然后这边是金色堂，进去的话是要买门票的。哇，这个湖好漂亮。那边过去会到白山神社，这边是能乐殿，这是表演的地方。我会有点想到就是庙前面跳歌仔戏的那个舞台。现在是中尊寺本殿，里面供奉的是药师如来佛。这里就是变庆堂，专门纪念变庆的地方。那导游是说它是被葬在下面那座桥那边，但具体是哪个位置就不是很清楚了。其实整个中尊寺是可以安排一整个下午来逛的，只有安排1个小时，我觉得非常不够。那有听进去金色堂参观的同事说，那边是值得进去的，非常的值回票价。住的灰之井温泉饭店。哆啦 A 梦，我说哆啦 A 梦睡橱柜也太可以。我刚刚去泡完那个露天的温泉，感觉好棒啊！就是这种日式温泉，一直是我很想要来体验一次的地方。就是整个环境还有那些活动，都跟像在日本动漫里面看到的一模一样，就感觉很身临其境。这边是田泽湖，是日本的第一生源。那这边有个故事是关于那个金黄色的那个橙子巷，那个爱漂亮的女生听说喝了田泽湖的水就会更漂亮，那为了保持她的美貌，就跳进了河里，变成了一条龙。那这是关于这个田泽湖的故事。湖水倒映整个山景真的非常的壮观。那听说秋天来的话，会是整片是红色的，非常希望就是下一次秋天可以来。而且仔细看会发现，整条湖它其实是泛着一股蓝色的颜色。我们这次来到这个行程的最后一个景点武家屋，就是以前武士住的地方。はい、ほちゃほちゃ。はい、おいしいおいしい。拿了一个小糖果，
芝麻口味的。有没有像河岛村的毛毛芋？有，对，很像，对不对？高大狼龙多安那啦，刚入时期的狼多安，因为那个冬天下雪，雪才不会这个积压的把屋顶压垮。哦，它真的好可爱啊，超 Q 的。哦，后面还有，这里有写这是风筝家，这个是以前武士住的地方，不过是比较低阶的武士住的。另外这边还有那个高阶武士住的地方，那个房间比较大。哇，它真的太可爱了，前排。那这个岩桥家就是比较高等的武士住的家。来，我跟大家介绍哈，其实德川家康啊，真正的大胜以后，统一了日本的关东跟关西，就在关原之战，就在关原之战。这个关原之战当中啊，对德川家康很有贡献的岩桥家，所以他是算首领之一首领之一。那这边的格局明显就比刚刚的大很多。那它除了武士的家之外，它每一间都是当地的特色小吃或者纪念品，可以买回家，很舒服的一个地方。那边是冰淇淋店。那这边呢，其实也可以就是预约人力车来逛这个园区。一结束旅程就开始下雨了，非常的幸运。本次的旅程就这样结束啦。来说一下这一次旅游的心得。因为日本东北算是蛮乡下的地方，所以其实交通上并不是很方便。就像前面讲到的，计程车几乎是没有办法招到，除了仙台车站之外，基本上没有比较热闹的地方。然后在这一次的旅游，我发现其实并不是所有的 JR 站都可以加值西瓜卡。在雨后本庄车站的时候，我本来想要把现金加值进去，结果问了柜台人员才说这个站没有储值功能。东北整个路程的景色都是山水和田园，绿油油的一片。说实话，看久了还蛮无聊的，因为台湾就有很多好山好水。我就觉得如果是秋天或冬天去的话，感觉风景会更漂亮一点。最上川如果是秋天来的话，就可以看到一整片枫红和河川的倒影。名山温泉感觉也是冬天来的话会更有气氛。不过话虽如此，夏天的东北也是别有一番风味，能够感受不同季节的风景也很不错。另外，中村寺里面有一间金色堂，我当时没有进去，不过听有进去参观的同事说，里面还蛮壮观的，整个室内都贴满金箔，金碧辉煌，门票大概是200台币，很值得进去。不过里面其实有放藤原家的3代遗体跟1代手机，可能有人会介意，所以旅行社就没有安排金色堂作为必要参观的景点。那再来，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第3天去龟之井温泉饭店住宿，那一天是我第一次体验大澡堂。除了室内的澡堂之外，还有一个露天温泉。露天的就是只有泡澡的温泉池，空气比较凉爽舒服，还可以看星空，真的很赞。不过那间饭店有一点老旧的感觉，隔音也不是很好，是比较可惜的地方。我本身一开始其实对夏天去日本东北旅游是没有什么期待的，唯一让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乌野高中的背景舞台是在那个位置。我可以稍微想象一下乡下小乌鸦们的生活方式，然后那边的乌鸦是真的蛮多的，所以这一次旅游完，我就在心中默默下了一个决定，就是我以后一定要选冬天或者秋天再去一次东北，来满足这一次小小的遗憾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日本东北的美食及伴手礼，也欢迎去看看我频道的另外2个相关影片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及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。